站住！沈廷章之女沈离歌，沈廷章之子沈凤，求见彭城王。殿下，知见殿乃朝臣议事之处，后宅妇人岂可随意出入？离妃此举有违礼法。我身为沈廷章之女，现已抓到谋害我父兄的凶手薛求，为父兄含冤而来，求见彭城王。进来吧。启禀殿下，我父兄奉旨回朝，途中遭遇陆氏余孽伏击，首犯薛求现已被我亲手捉拿。他对谋杀我父兄一事时供认不讳，请殿下明察。薛求，离妃所言，你可认罪？是我杀了沈廷章沈侄，如何？殿下，谋害忠臣，罪大恶极，下官恳请将薛求立即斩首。绝不能让沈廷章父子冤死。尚书令，薛求的话还未说完，何必如此心急？离妃何出此言？我也是想让沈氏父子瞑目啊。殿下，陆氏伏诛，薛求藏身于健康，他又怎会知道我父兄回朝的时辰？我父兄又怎会去离官道5里之外的未央湖附近？谋害之人是陆氏余孽没错，但薛求背后定还有他人，而这人就在知见殿上。薛求，当着彭城王还有诸位大臣的面，把你之前对我说过的话，一字不落地重复一遍。究竟谁是幕后之人？那个人是彭城王。薛求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之前明明跟我说你要指证离妃，这是知见殿，众目睽睽，你是想私刑逼供吗？陆氏满门抄斩，我想逃，却还是被彭城王抓住了。殿下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他说，只要我杀了沈廷章父子，就对我既往不咎，留我一条命，离开剑客。只可惜，我还是被你抓住了。你绝对不会放过我，前后都是死，我还不如说真相。沈离哥，你觉得彭城王能忍你沈家到几时？从头到尾，他不过是在利用你，利用沈家。如今陆氏已废，沈家功高盖主，他怎么可能不记得？住口！这才是你的计划，你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相信，可这就是事实。薛求，离妃。殿下，薛求乃陆氏余孽，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。廷尉，你方才说找到了新的证据，是何证据啊？殿下，下官在未央湖案发现场附近，发现了一枚玉佩。何人之物？薛求，这可是你的？可是沈家之物。不是。殿下，
曹参军可识得此？殿下，既然此物不是沈家的，也不是薛求的，那定是薛求的同谋遗留下来的。曹参军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可不要知情不报啊！殿下，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玉佩虽是我的，但许瞻从未去过未央湖。薛求，这是栽赃陷害。许瞻，沈廷章父子被刺之日，你是否在王府？若在王府有人证，你便可排除嫌疑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快说呀！这个许瞻是殿下亲近之人，行的也都是秘密之事。我想，不是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跟我们说的明明白白吧？照实说，那日，殿下派我去城西买随饼送去陈府，我便给黎妃买随饼去了。什么随饼？我们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随饼。买完随饼之后，我看到一个乞讨的小孩正在被人欺负，我便上去帮忙。结果我一转身，整包随饼都没了。然后我便得知沈家出事了，便想急着禀报殿下，就将此事忘了。你在回府之时可有人证？只见了殿下。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作证？许瞻是贴身暗卫，彭城王怎么可能会让他去买随饼？王府这么多人，居然连一个人都没见过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而且许瞻武艺高强，被一个小乞丐偷了东西，这说出去，叫人如何相信呢？许瞻，枉我在马头城把你当作亲兄弟，你编出这样连黄考小孩都不会相信的假话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殿下，我沈家忠心耿耿，我爹更是为大宋征战一生，我姐姐也是嫁了你，随你出生入死。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沈家的吗？沈父，这里是知见殿，我就是要在这知见殿上说，为我们沈家说。我爹几经六旬，这些年为了北境，旧伤未止，新伤又至。此次北境之战，为了配合彭城王，以归乡之名隐秘行踪，深入敌后。合围之战大胜，天下人只知彭城王英明神武，运筹帷幄，何人记得我爹和大哥在敌后，甚至为此送命？沈将军，你父兄刚死，我等都很心痛，但你不能凭着这点就口无择言。难道北境之战殿下就没有身先士卒？难道功劳都是你们沈家的？你要知道，北境之战的统帅是殿下，听候调遣本来就是将士之责。姐，我今天就是要把沈家所有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对，殿下才是此战元帅，可若不是码头援兵迟迟未至，我父兄如何会最终暴露行踪？我爹又如何落入敌人之手？殿下，难道你的军令里就没有一点点私心吗？够了！我相信彭城王。姐，殿下，沈将军方师至亲，情绪难免失控，此绝非他本意啊。
来人，先将沈将军带下去，好生休息。殿下，小弟无礼，方才口不择言，望殿下与众臣谅解。沈将军，请吧。方才薛求所指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本王也不信。薛求，你这么说，不就是为了挑起沈家与彭城王，挑起百官与彭城王为陆远报仇吗？此人用心险恶，今日若大家听信了他的谣言，就正中下怀。本王绝没有谋害沈廷章父子，玉佩之事颇多蹊跷。如果真如薛求所言，是我让他谋害沈廷章父子，又命许瞻埋伏在未央湖，确保阴谋实施，就更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把柄，也一定会与许瞻提前就想好万全的说辞，不会出现今日这般诸多纰漏，徒增怀疑。如果真有幕后之人，那么既然已经把薛求当成了靶子，那他自然也会想出全身而退的法子。尚书令，你说呢？的确如此，仔细想来，疑点确实颇多，还需廷尉详查。玉佩虽为许瞻之物，但仅凭这一枚玉佩，也并未能证明许瞻就是凶手，更牵连彭城王。廷尉，今日我将罪犯薛求交付于你，望廷尉早日查出真相，还朝堂清白，也让我父兄泉下瞑目。请离妃与百官放心，我廷尉受之于皇上，绝不枉法。他日在审案之时，如果得罪彭城王，还望殿下多多见谅。无妨，你尽管秉公办案，本王问心无愧。谢殿下。哇，这健康城可真漂亮啊！哎，姑娘，来看看吧，刚做好的糕点可好吃了。这个来点。好，拿好啊。姑娘，这个呀可是我们上好的脂粉呐。你拿一个吧。哎，好嘞。拿好啊，慢走啊。哎哟，姑娘天生丽质，若是用了我们这些上好的脂粉啊，必定貌美如花。若是我也买上一盒，沈峰哥哥看了定会喜欢的。老板，哎，给我也来一盒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姑娘拿好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啊，你这人真没礼貌。哎，老板啊，请问你认识沈峰吗？您说的是绥远军那位少将军沈峰吗？对对对，你认识啊？是啊是啊。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可以呀。不是许瞻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？连玉佩和随笔都看不住，你赶紧想想玉佩到底落哪儿了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向李妃请罪。不是，你请什么罪啊？你赶紧想想玉佩到底落哪儿了？哎，许瞻，哎，四哥，今日之事，明显薛求是有备而来。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不过，这许瞻的玉佩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未央湖啊？自然是有人早早的布下了棋局，神不知鬼不觉，
把我们所有人都套了进去。可许瞻再警觉，也不可能未卜先知。今日之间店里发生的一切，很快便会传出去的。四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棋局下到了最后一步，布局者的真实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。沈廷章之死，一来削弱了寒门的势力，使之不能与士族抗衡；二来，若不能及时抓住幕后的真凶，止住流言，那天下的人都会认为，为朝廷效力，只会落得飞鸟尽，良弓藏的下场。无论士族和寒门，都会更加忌惮我，最终伤害的必是新政。可是，想要揪出背后这只手，非一朝一夕之事啊！你先别管这么多，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又手握新政辅政之权，就如同我的另一双眼睛。彭城和荆州的情况，你可要给我盯好了。是。我去看看。好。请黎妃赐罪！请黎妃赐罪！请黎妃赐罪！你快起来吧，殿下和黎妃又没有罚你。若不是许瞻之前糊涂大意，殿下今日便不会遭此诬陷。杀害沈廷章将军的真凶，如今也不会未被绳之以法。许瞻该罚，请黎妃赐罪！请黎妃赐罪！你确实该罚。本王亲自赐给你的玉佩，丢了这么多天，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发疯半年，不跪到天黑，不准起来。你就让许瞻一直在外头跪着，这不是他的错。我知道，可我若不罚他，他自己反而过不了这道坎儿。廷尉已经将薛球带回去了，可这薛球以自己的命来赌着最后一局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招了。审与不审，我猜这幕后之人，谢浩。之前我找到薛球时，发现他被人追杀，重伤濒死。后来我追着那黑衣人，发现他进入了谢浩的府中。若是薛球和谢浩没有在背后勾结串谋，谢浩又怎么会杀人灭口？我把他带到知见殿，是为了让他指证谢浩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他们却还有背手。谢浩自诩清流，其实心腹极深，又重权势，与陆远之辈早就是一丘之貉。薛球入殿，无非是在离间我和沈家还有朝臣的一个局。之前救三宝，恐怕只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。之前他是在陆远的身后行事，如今陆远死了，为了阻止新政，他竟如此不择手段。李哥，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，行事之前一定要三思而行。只有找到切实的证据，当众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方能真正让朝堂安稳。我明白。只是牺牲了你爹和大哥，对不起。其实，我爹早就知道，推行新政，沈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但他从来都没有害怕过，也没有退缩过。四哥只要坚持推行新政，保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相信我爹和大哥也会欣慰的。我会做到的。只是风儿那边，风儿他性子耿直，爹和大哥的事一时让他无法接受。他也是情急之下失去了理智，但是我相信，给他几日，他会冷静下来想明白的。这几日，我想先回沈府住，一则我是放心不下风儿和我娘，二则住在沈家也方便查案。
我们不能再放任谢浩了，他的罪行总会露出蛛丝马迹，只有早日找到证据，揭开他的真面目，才能以律法治罪，早日还朝堂清白。方才在知见殿上，你那样维护和信任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我夫妻一体，我自然是要信你的。只是四哥，新政这条路若是要继续走下去，恐怕前路会越来越难。码头的明枪易躲，朝中的暗箭难防，你要更加小心啊！再难的路，我们一起走，就一定能走出来。喝点水。怎么回事啊？有口难言，百口莫辩，上天作弄，命途多舛。过来，说人话。许瞻的玉佩不知道为什么会赖在沈将军父子遇害的现场，而且沈将军父子遇害的时候，他也不在王府，所以没人能证明他和沈将军父子的死无关。那你俩不是成天如胶似漆、形影不离的吗？谁跟他如胶似漆了？那他那天到底干嘛去了？给殿下买随饼。但是更巧合的是，他买完随饼回来的时候啊，随饼还让人给偷了，小偷也没抓到。怎么可能？许瞻，那可是殿下身边最得力的暗卫，他怎么可能连个随饼都看不住？你看，连你都不信。哎呀！哎，怎么了？干嘛？去随饼摊啊！去随饼摊干嘛？找人证啊！要是有摊主能给他证明的话，那不就好了？对呀。你不是腿瘸了吗？小心！怎么跑那么快？排队！排队！您来几个？让开！你们要干嘛？大叔，我们可是廷尉的。廷尉啊！姓名？陈胜。年龄？37。在这干几年了？6、7年了吧？6年还是7年？6、7。小心，咱们是过来找证人的，不是过来审犯人的。那上个月15的未时到申时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就在这儿啊！你就在这儿？是啊，我每天都要出摊的。差爷，我犯什么事儿了？你见过他没有？那天他有没有来过？没来过。没来过啊？那来过？来过。好，摊主陈胜记得许瞻来过。哼，怎么样？嘿嘿嘿，那天他什么时候来的？穿了什么衣服？买了几张随饼？你还记不记得？这都过去好几天了。你看，每天来我这随饼摊的人那么多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这谁为难你了？我为难你了吗？我为难你了吗？谁为难你了？要不算了吧，别为难人家了。别灰心啊。那儿还有个小乞丐，要不我再去问问他。他那天偷你随饼的时候，肯定暗中观察很长时间，他肯定记得你。行好。好，走去。行好，少点吧，可怜我。要找乞丐。谢谢。什么？谢谢你们信任我。废话。大嫂，你找我？
这是什么？昨夜，你跟离哥去抓了薛球。大嫂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一晚上没回来，郑叔便找了你们一晚上。刚才去了彭城王府，听到了今日知见殿上发生的事情。你们总是这样冒险，到底有没有为沈家想过？大嫂，你先别生气。还有你，今日在知见殿上当着那么多文武官员出言不逊，若不是离哥拦着，你怕是今日要犯下大罪。廷尉在未央湖找到了许瞻的玉佩，今天薛球他也当场指认彭城王是因为忌惮沈家，想收回沈家的兵权，借薛球之手杀害了爹和大哥。人证物证都在，大姐她能忍，我做不到。凤儿，有些事情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你应该冷静下来，透过这些表面，去寻找到真正真实的东西。什么叫真正真实的东西？信任。朝堂上的阴谋阳谋，我不懂。我只知道彭城王是爹爹，是你大哥，是你姐，以命相托之人。你若是相信他们，你也应该相信彭城王。你这么聪明，你不会看不出其中的问题。你只是关心则乱。你应该静下心来，好好想想。这是从云州送过来的，郑叔说是你订的剑。这个是我找人去云州打的，订来送给大哥的。大嫂收下吧。你大哥要是还在，一定会很喜欢。今日我把这剑送你，这么好的剑，不该虚掷。你带着它，就像你大哥陪在你身边，行事前也多一份思虑。好了，我去看看娘。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有话好说嘛。说，沈峰在哪？你是什么人？哼，又来一个。你说，沈峰在哪？原来你还会功夫。好歹我也是老将军的校尉，虽说多年不练了，也不能让你这丫头片子把剑架到老夫的脖子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过来，我可不想欺负老人家，别逼我出手。少废话，看招！你怎么咬人呢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可是你们沈峰将军的妻子。什么？你是谁的妻子？沈峰哥哥啊，我来健康就是来找他的。你快点把我放开！你们敢欺负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肯定不会饶过你们的。沈峰哥哥，沈峰哥哥，我就是沈峰。你怎么可能是沈峰？你保我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少公子，毕竟是个姑娘，你看她像个姑娘吗？我可提醒你，这双环结，你越挣扎，她勒得越紧。这双环结又叫猪蹄扣，在坊间专门用来拴猪用的。
你们欺负人！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可是救过你们宋人的，是你们自己说要把沈峰哥哥许给我，现在又找个假的来顶替，你们耍赖！许什么？把什么许给你？哪有男人许给女人的？有什么区别？反正我跟沈峰哥哥两情相悦，谁许给谁不都一样？谁跟你两情相悦？谁跟你两情相悦啊？你这么丑，我呸！你说什么？说你丑。你说谁丑？你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风儿，姐。梅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李飞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你们怎么把人家绑上了？快给人家松开！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待客之道啊？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啊！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敢问大侠姓名？梅启定日日祈祷山神保佑大侠。我叫沈峰。你是沈峰哥哥？你这样，你怎么是个女的呢？说来话长，我叫沈离歌，沈峰其实是我弟弟。你骗我！当时形势所迫，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迫不得已向你撒了谎，借我弟弟的名字一用。我向你道歉，对不住。难怪那个男人老是偷偷的抱你。说说你吧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健康来了？你们不是说把你，不是，哎呀，都不是。你们不是说许给我一个夫君吗？那我自然是来寻夫君的。谁认你夫君啊？说你了吗？就你这样，送给我我也不要。好了好了，郑叔，哎，去准备一间屋子，备一些吃的用的。啊，梅启姑娘远道而来，定是辛苦了。好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再好好说话。走吧，姑娘。是风儿冲动了。我们沈家与彭城王这么多年来之间相互信任扶持的情谊，我不该忘的。你为大哥和爹的事情着急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，你身为将军，遇事要沉着冷静，万不可做让亲者痛、仇者快之事。是风儿考虑不周，风儿这就去找彭城王道歉。不必了，彭城王定会理解你为人子之心，不会怪罪你的。爹和大哥的仇，我也想帮忙，我能做什么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目前你要做的是照顾好娘，照顾好这个家，其他的事情都先交给姐姐。相信我。姐，风儿相信你，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，我绝对不妄动。乖。紫金姐姐呢？今日怎么没见她？她和娘在一起呢。爹和大哥的事情出了之后，她看起来非常坚强，性子甚至比之前更从容了。但我知道，她心里苦。我知道，
也是在等这个公道。姑娘，这剑动不得，快放下！哎呀，快放下！哇！给我，给我！以后不许你碰这把剑！凶什么？不就是把剑吗？这么凶做什么？顺风哥，那个姐姐，你看她。别生气，他不是有心的。见过上书令。诸位久等了。彭城王推行的新政，自认为利邦利民，但是否真的利邦利民，只有百姓说的算。百姓，正所谓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可是，现在百姓对新政拥护声很高啊。哼，新政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百姓谋福祉，但若百姓反对，他彭城王又将如何啊？百姓怎么会反对？哦，对了，近日闲来无事，画了幅画，拿出来，让各位鉴赏鉴赏。哎呀，尚书令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哪还有心思赏画啊？卢公，是。诸位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各抒己见吧。兵曹侍郎，你不是懂画吗？你来说说，此画如何呀？啊，鄙人以为，此画笔锋强劲，气势磅礴，堪称杰作。那这画里的内容呢？画上画的是天降骤雨。天降骤雨，山崩地裂，严肃阻绝。以五行之理，大宋属水德，山崩水阻，意味着运势受阻，要发生灾变和动乱。既然新政这股骤雨已经落下，那士卒之力就如同这峻岭，已可借势而后断川泽。28日子时，陈郡、彭城、荆州火烧田庄，发动民乱。我们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这新政不但不会利邦利民，而且有悖民意，伤及社稷。发动民乱，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怎么？你们让我想办法，现在办法我想了，你们怎么又不敢了？如今的形势不必多言，虽然是自损之举，
但亦可换来长远利益。我坚信，经此一举，新政必亡。愿追随尚书令。诸位可想好了？落章无悔，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但凡临阵脱逃、检举揭发的，皆会受到严重的刑罚。望诸位携手同心，共保我大宋100年基业。这一刻的生死决成而去。